这里是黄果树的天星桥景区，这是天星桥景区的银链坠潭瀑布。凡是看过银链坠潭瀑布的，都被它的美所惊叹。现在跟着我一起徒步，深度游览一下这个天星桥。上一集拍了黄果树景区的陡坡塘瀑布，现在继续坐车来到了天星桥。天星桥是黄果树里面最远的一个景区，也是需要游玩时间最长的。如果走完整个天星桥景区，需要徒步7.5公里，大约需要3-4个小时。很多时间紧、体力差，尤其是旅行团的人，一般走到半途就折返了。但是天星桥的精华基本在后半段，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总体来说，天星桥有3大景点，首先是天生盆景区，然后是天星洞景区，最后是水上石林区，而一路上的小景色就更多了。现在来到的就是天生盆景区，这是第一个有意思的景点鼠生部。水面上可以找到366块石头，每块石头刻着日期，都可以找到自己出生的那一天，日期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。这个景区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大盆景，盆景里密布着很多大石头，形态各异。这个景区里有很多分叉的路口，如果转不出来，只要看路牌往高老庄的方向走就行了。好像走进了石林中，看山水石洞，多像是个大盆景。据说这里的水面高度是恒定的，不会淹没那些鼠生石。很多游客都特意走到自己的生日那一天拍照。往前走的路很多都是左右2条不同的道路，是不同的风景。这里很多的石头上都有很多的树的根须，这些石头和树根也是这里的一景。这些都是有生命力的树根。这是一棵形似美女的榕树，美女榕。看一看，美女的腿吗？完全看不出来，很容易迷路吧？在这个地方有点容易迷路，因为小路太多。如果找不到方向，问下这里的当地人，往高老庄方向走就行。现在基本走出了天星盆景区。哎呀，到天星湖高老庄了。现在走到了天星湖高老庄，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。这个地方好像是拍过电视剧《西游记》里面的猪八戒的高老庄，一般旅行团走到这里就要求返回了。2600米，需要2个小时。而天星桥真正的精华都是在后半段，还有一大半的路，继续后面精彩的行程。现在离开了天星湖，天然生成的一个洞桥。前面是个铁索桥，这里有个桥上桥，桥下是个很美的峡谷。
这边整体上都是喀斯特地貌，都是各种奇形怪状的岩石，也有很多的天生桥洞。这些石头石洞看上去好像是假的一样。景区里有很多的天生桥，还有很多暗河和溶洞。天星洞。现在来到了天星桥的第二个大景点，这是天星洞。洞口看着平淡无奇，以为就是个小洞。这个洞口边上还有一条路，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忽略这个洞，走旁边的路了。我上次来就忽略了这个天星洞，因为洞口很小，不太引人注目。一起去洞里看一看。没想到这个洞如此之深。来过这儿啊？哇，这么大呀！哎呀，上次应该没来过，我以为就是小洞呢。哇，这么大！原来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溶洞。溶洞里有很多巨大的石柱、石笋。有很多被命名的钟乳石，苗寨梯田、荷塘、冰山雪原、万里长城。各种形态的石笋、石柱、钟乳石。洞里的水面上有个八仙过海。这洞真没想到这么大。天星洞里面不走回头路，从另一个出口出来，往前走就进入了水上石林区。如果不进天星洞，旁边有一条路也通向这里。今天的水好绿。沿途有很多巨大的榕树，这里的榕树很多都是黄葛榕树。黄葛榕树、黄葛树，念快了就念成了黄果树，所以黄果树就是这么来的。感觉旁边的溪水都不断地涌现出来，越来越多。这棵就是黄葛榕树，非常巨大。水流的声音越来越大。这里就是水上石林区。前面就要到天星桥里最漂亮的地方了——银链坠潭瀑布。水声非常大，
好好欣赏一下这银链坠潭瀑布。流水在石头上激起白色的浪花儿。天星桥是不走回头路的，继续往前走。前面这个是飞瀑桥，从桥上过去就是河的另一端了。看看桥下的景色，有很多瀑布。这个是星霞飞瀑。在飞瀑桥的周边有很多很美的小景点。这里的喀斯特地貌、石桥、石林都非常美。在天星桥的最远端有个回程的缆车，好像包含在景区的套票里，不过没有坐，大约只有1公里，可以沿途看一看风景。现在走到了景区车的接驳处，从这里坐车返回到天星桥的入口。不过从接驳车的下车处走回出口还有大概1公里，估计这1公里的设计可能是为了分流游客吧。路上有些休息处和景点儿。这里看到的就是刚进景区的盆景区，只是在路的这一侧。整个天星桥景区走下来大概3个多小时，不过这一路的景色还是非常丰富的，有盆景，有溶洞，尤其是水上石林那边的银链坠潭瀑布。前面终于走回了天星桥的入口，接下来坐车去黄果树大瀑布。去往下一个景点，请继续期待下一集黄果树大瀑布。